Hello，大家好。在疫情期间，加拿大政府拿出数百亿规模的紧急救助金，帮助加拿大人渡过难关。这一政策呢，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就是加拿大人的收入不降反升，而且呢，开始疯狂的储蓄。2020年2季度，加拿大家庭储蓄率飙升至 28.2%， 而疫情爆发前的储蓄率呢，还只有 3.6%。这大大提高了加拿大人的房产负担能力。RBC 银行的一个最新报告显示随着疫情转为长期化，政府财务支持减缓后加拿大的家庭储蓄率出现暴跌。加拿大房地产呢正重新回到难以负担的程度，可负担性呢在2020年第3季度开始恶化。按照 RBC 的定义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指一个家庭房产在持有成本方面占税前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其中持有成本包括抵押贷款的本金、利息、水电费、财产税、物业费、公用事业费等。这个房产负担能力指数主要是用于分析各个城市中位数收入家庭持有房产的成本负担。这个百分比越高呢，就说明你花在房产持有成本的钱就越多，负担也就越重。RBC 银行在这个报告中列出了几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全国综合指数呢，在第3季度上升了 1.3个百分点，达到了 49.1%， 也就是全国房产负担能力的平均指数呢是 49.1%。RBC 银行说，多数城市的房价强劲上涨，加剧了情况的恶化。第二个亮点呢，就是疫情财务支持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临时提振影响呢，已经开始消退了。史无前例的财务支持政策呢，已经开始放缓，这让很多人更难支付不断上涨的房产持有成本。第三个亮点呢，就是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买房是相对可以负担得起的。不过呢，这肯定不包括高房价的温哥华、多伦多和维多利亚。第四个亮点呢，就是 RBC 认为今年后期供求关系紧张，使得大多数类型的房地产在短期内升值。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在加拿大大城市的市中心公寓，因为公寓充足的供应压低了价格。看来这一点大多数机构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多伦多、温哥华这一类的大城市，他们的公寓供应已经供大于求了，现在转为了买方市场。RBC 银行在报告中估计第3季度中位数家庭不得不花费收入的 49.1% 来承担房产持有成本，这比上一季度的 47.8% 有所提高，但仍然比3月份近30年来高点大幅下降。3月份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救助金政策才刚开始推出，它的这个威力还没显现出来RBC 说，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改善，但实际上在疫情之后可能会变得更糟糕，因为房价上涨了，持有成本当然也要上涨，因为房子每年交的房产税会上涨。有的不单是房产税上涨还有其他的持有成本也在上涨，比如说保险费之类的。持有成本问题是加拿大房产和国内房产的最大区别，因为国内的房产持有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一直喊着要推出房产税，但实际上呢，因为国内的土地呢都是国有的在房产税立法方面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国内迟迟推不出房产税的主要原因。房价上涨短期持有的投资者肯定是高兴的，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持有，只有一套自住的住房，那么你肯定就希望支付更少的持有成本。在2016年的时候房价最高的温哥华地区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在温哥华的大都会地区几乎2/3的居民是希望房价下降的。更让人震惊的是呢，调查中有1/5的房主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房价下跌 30%甚至更多。好了，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吧。先看第一个城市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2017年统计的人口数呢是293万。最新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呢是 65.7%， 也就是持有成本呢占到家庭税前收入的 65.7%， 负担是非常重的多伦多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呢仅次于温哥华，排到整个加拿大的第2名。再来看首都渥太华，渥太华人口2017年统计的数字呢是 99.48 万，最新房产负担能力指数呢是 38.6%。
蒙特利尔2017年统计的人口有178万，最新房产负担能力指数42.5%，而过去长期平均的水平呢是38.6%。在蒙特利尔持有房产呢负担比过去重了一些。RBC 还预计蒙特利尔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魁北克市2017年统计的人口是54.23万，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28.2%，同时呢，也是加拿大房产负担最轻的城市之一。温哥华2017年统计的人口呢是67.52万，房产负担能力指数78.5%，比过去呢上升了2.8个百分点。温哥华同时也是加拿大房产负担最重的城市，这样的持有成本是非常可怕的啊。维多利亚2017年统计的人口是9.214万，房产负担能力指数55.1%。维多利亚的房产负担呢，在加拿大排到第3名，它仅次于多伦多。卡尔加里2017年统计人口133.6万，它是阿尔伯塔省最大的城市，房产负担能力指数36.7%。卡尔加里长期平均的水平呢是40.5%。埃德蒙顿2017年统计的人口数是98.13万，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30.1%，也是加拿大房产负担比较低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阿尔伯塔省的第2大城市。萨斯卡通2017年统计人口数是27.3万，也是萨省人最多的城市，房产负担能力指数30.8%。里贾纳，萨省的首府，2017年统计的人口数是22.89万，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26.4%，也是加拿大房产负担最轻的一个城市，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西部房产负担最轻的城市。温尼伯，曼省的省会，曼省最大的城市，2017年统计人口数74.95万，房产负担能力指数29.9%，这也是加拿大房产负担最轻的城市之一。圣约翰，大西洋4省之一，新不伦瑞克省的第2大城市，2017年统计的人口数是7万多一点，房产负担能力指数22.5%。RBC 说啊，圣约翰是他们追踪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最轻的城市。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省的省会，2017年统计的人口呢是43.15万。另外呢，哈利法克斯还是加拿大第2温暖的城市，它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31.2%。圣约翰斯，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的首府，同时也是这个省最大的城市，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23.8%。这是 RBC 追踪的房产负担排倒数第2的市场。以上呢就是加拿大主要城市的一些房产负担能力的指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方面的资讯，欢迎订阅。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